说话和脉轮的关系。在这集影片，我们要来探讨应用脉轮组合进行有效的说话。宜家快报，快乐的向你报告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宜家快报，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，因为我们是发光的，并通过所有的脉轮在表达。只被抑制在一个脉轮，总是一种痛苦和问题。精通一个脉轮给你它的力量，但会迫使你活在它的领域中，而不是活在无限的灵性领域中。同时使用3个脉轮是一项基本的普通的能力。我们可以学会准确而有意识地从任何3个脉轮汲取能量。我们可以一直同时使用所有的脉轮，我们也可以控制频率和投射，那是一项普通的基本的能力。我们会觉得它很困难。想想看，一把吉他有6根弦，有时它有12根弦，但总是只有一个演奏者。演奏者只用4根手指，用他的手指可以在这些琴弦上施加1、2、3、4种创造性的压力，但他创造的不是弦和手指，而是音符。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，所有的创造力都必须创造一个和谐的音符。我们必须和谐地结合我们的脉轮。如果我们创造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，那我们错过了重点。我们非常的敏感，我们可以逐渐的发展对所有脉轮的控制，就像控制一种乐器一样。我们可以精微的应用它们，这样我们就能对我们自己、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，并穿越时间和空间。我们可以应用它去直接或间接的创造，通过播种一个静止点，然后触发宇宙，像一个真空一样填满它。好的和坏的会在第3脉轮平衡。我们的声音必须来自丹田，然后从上面3个脉轮来投射。有很多规则和观察可以作为指南针，来帮助我们探索这个领域，培养我们的敏感性。我们除了7个脉轮和能量场之外，我们还有10个身体去投射并设定我们的频率。什么是10个身体呢？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影带来介绍这10个身体。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5大元素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的组合完成的。所以在我们和另一个人之间，并不只是我们一个信息和他们。在我们精微的沟通中，可能的相互连接是8乘以8乘以10乘以10乘以5乘以5，至少16万个组合呢。要处理所有这些，我们必须培养敏感性。以下的清单是瑜伽大师 Yogi Bhajan 给我们许多组合和指导原则的例子。在练习下面的互动练习时，我们可以将这些作为起点。现在我们来认识每个脉轮沟通的特点。第1脉轮的特点：消除降低到基地、困惑、堕落和攻击，想把肮脏、愤怒、恐惧和不安全感都发泄出来。低级、戏剧和流言蜚语充满细节。第2脉轮的特点是诱惑、说服、性、迂回，到一个人的欲望、感官刺激。当一个人试图去控制、去完成时，他会从这里说话。它不仅仅与性有关，与这个脉轮相连接的人的渴望是让我们说出它。第3脉轮的特点：平衡别人、任性，所有的正负都是未知的。当你说事情时，它要么会有可怕的刺痛，要么会伴随着极度的赞美。
第四脉轮的特点，提升，给予慈悲、互助、被崇拜、疗愈，你会很有同情心和逻辑，会说出最精微的真理。第五脉轮的特点，坦率直言，直接如是说，通过真理创造。第六脉轮的特点，指挥和负责，精微直觉，有礼貌和优雅，创造性的洞察力，超越个人的明辨真假。你会说出永恒的真理，那会影响别人，它会产生影响。指挥你投射的渴望来自第六脉轮，它是你投射的启动点。第七脉轮的特点，整体性、显著性、独特性、宇宙性、神圣的自我、浩瀚、谦卑。你会知道别人所了解的是什么，你会说话，让他们能够了解你。第八脉轮，也就是我们的能量场的特点，神圣的、无为、超自然的，由灵在掌控，无限的语言。任何沟通都涉及一个脉轮，我们必须决定目的是什么。如果目的是想把对方搞得一团糟，那就要用第一个脉轮；如果想勾引别人，就用第二个脉轮；如果想与对方旗鼓相当，那就用第三个脉轮；如果想提升别人，就用第四个脉轮；如果想要直截了当的说话，那就用第五个脉轮；如果想指挥别人并承担责任，看到他完成并交付，那么就用第六个脉轮；如果你想摆脱别人，就用第七个脉轮。第七个脉轮是什么呢？我看到你的光更胜于我，神保佑你，你太棒了。注意到各个脉轮的不同特质，当我们只从一个脉轮沟通时，让我们开始来注意其中的差异。从第五脉轮或从第六脉轮的沟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当我们把那些投射联合起来时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的沟通可以同时来自多个脉轮。第五个脉轮的特色是，当它和其他脉轮搭配使用时，总是直言不讳，直接的说事情。商业成功、合同、投射、专业成功、社会关系、个人关系、性关系，任何事情，无论我们讲什么或做什么，一切都与第五脉轮的力量有关。当第一脉轮和第五脉轮搭配使用，它会任意的直言不讳，并像一把痛苦的剃刀一样消除东西。第二和第五脉轮的搭配使用，它会理智的直言不讳，而它透过真理的性目的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第三脉轮和第五脉轮的搭配使用，它会圆滑的直截了当的说，达到利弊平衡，协商何为真实。第四和第五脉轮的搭配使用，慈悲的直截了当的说，减去糖衣，全然的理解，消除你心智中的模糊，给你意识的清晰，带回生命的目的。如果你是从你的第五个脉轮发出，经过第五脉轮，你会绝对的直言不讳。第六和第五脉轮的搭配使用，创造性的直截了当的说，超越表面说话，跳出框框，从一个新的角度，通过经验直接的知道。第七脉轮和第五脉轮搭配使用，聪明的直截了当的说，根据结果和行动，瞄准最高的目的。第八脉轮和第五脉轮搭配使用，宇宙性的直截了当的说，不涉及个人，唤起他人内在的优雅和面容，与万物之源相连接。
那万物之源创造了一切，包括我们的表述，一个教师的天命之舌。如果我们把第六脉轮和其他脉轮搭配在一起，第一和第六个脉轮的搭配，你知道对错的所有形式，事物的用途和它的身份，你了解滥用、虐待和扭曲的所有形式。第二和第六脉轮的搭配使用，你知道创造力和它的破坏力，破坏也是为了创造。你知道极性是如何运作的，以及创造物真空的秘密。第三脉轮和第六脉轮的搭配使用，你知道力量和弱点，以及它们所在之处。你可以根据你对情况的经验，用权威说话。第六脉轮和第四脉轮的搭配使用，我没有任何所求，你知道神会给予的，所以你是开放和慷慨的，看到1000份礼物环绕着你。第六和第七脉轮搭配使用，没有人能骗你，你说看听到的只是真理。进入心智的成千上万的念头，从来不会困惑你。第六和第八脉轮的搭配使用，思想被自动的提升和引导，你的临在说明了一切，你不用说话就知道。如果我们把第七脉轮和其他脉轮搭配在一起，第一脉轮和第七脉轮的搭配有自己的目的，但说得飘忽灵性，举止优雅，但消除对抗或真正的主题。第二脉轮和第七脉轮搭配在一起，富有表达力和聪明的去创造。第三脉轮和第七脉轮搭配在一起，优雅的说，聪明的保护。所有的加减都编织在思想和话语中。第四脉轮和第七脉轮搭配在一起，会富有同情心，聪明的为他人创造机会，说话让他们听得见，放下向前行。伟大的教师们通常是从能量场或第八脉轮出发，并通过第四或第五脉轮。当沟通从能量场到能量场成功的被投射时，它被分配并送到所有10个身体和其他脉轮来被完全的处理，它就会被深刻的了解。当一个学生不习惯用这种方式接受，可能会无意识地吸收其中的大部分，或者在梦中复习。教师们经常从一个提升的脉轮进行教学，因为他们通过心轮投射，学生们在第6个脉轮吸收，去辨别什么是真实的，去影响人格并活出它优雅的行动。如果你从第3个脉轮投射到另一个人的第4脉轮，他们对你就会立刻打折扣，不管你的案子有什么利弊，都不会有人相信你。没有第4或第6脉轮，只从第3脉轮说话是痛苦的，因为他没有身份，只是上下左右挣扎和抱怨。它可以是丰富多彩的，但它不能以一致的意图沟通。一个想要优雅的女人，在这种文化中不受任何男人或机构的攻击或贬低，她会总是从能量场或第8脉轮来说话，或者至少从第6脉轮说话。当一个女人在不安全感中操纵，她会通过第2或第4个脉轮去投射，去获得她想要的东西。但是当她这么做时，她会失去了她真正的锚，她的身份。从我们的身份出发，从更高的脉轮来投射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